朋友们，曾经一位商界前辈，55岁那年，事业如日中天，家庭美满，身体硬朗，所有人都说他这辈子值了。然而，谁也没想到，仅仅10年，他65岁时，我再见到他，却是生意败落，妻离子散，一身病痛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从春风得意到晚景凄凉，这10年间，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这个现象绝非个例。你环顾四周，会发现一个令人心惊的规律：很多人的命运不是在年轻时，而恰恰是在55岁到65岁这10年发生了惊天逆转。有的人平稳过渡，从此福寿安康；有的人却仿佛踩空了悬崖，一步踏错，满盘皆输。这10年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天机？今天我们要谈论的就是这个足以决定你人生下半场所有品质的黄金10年。这可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易经中阴阳转换的道理，是无数人命运轨迹的总结。年轻人是纯阳之体，要向外闯，去开拓；而55岁之后，天地之气开始由阳转阴，人也要随之向内收。很多人就是不懂这个道理，在该收的时候还在拼命放，结果把自己的根基彻底动摇了。他们晚年的不幸不是运气不好，而是在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选错了方向。今天我将毫无保留地与各位分享，在这关键10年里，你必须悄悄完成的5项人生准备。这5件事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。别人无法替你完成，时间也绝不会等你。现在不做，10年后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请一定耐心地听完。我们先来说说最根本的，你的身体。很多人到了55岁，犯的第一个也是最致命的错误，就是依然用年轻时的旧地图来走晚年的新路。他们不服老，甚至跟身体较劲。什么叫顺应？就是你要开始学会听懂身体的语言。年轻时，你可以通宵达旦，可以酩酊大醉，身体有点小状况，睡一觉，第2天又生龙活虎。那是因为你身体的阳气银行里存款充足，经得起你透支。可到了55岁，你会清晰地感觉到，同样是熬个夜，以前1天就能缓过来，现在可能要萎靡1个星期。以前不在意的小毛病，比如肩颈痛、肠胃不适，现在会频繁地跳出来刷存在感。这不是你的身体变差了，这是你的身体在用一种更激烈的方式提醒你，老伙计，我们该换一种活法了。这就好比一辆陪你跑了几十万公里的老车，你还能像对待新车一样猛踩油门极限过弯吗？当然不能。你要换上更温和的机油，要定期做更细致的保养，要用一种更爱惜的方式去驾驶它，它才能继续安全地为你服务。中医讲阴阳平衡，年轻时阳气盛，可以消耗。55岁后，阳气开始内敛，如太阳落山，光芒由外放转为内收。这时候，你要做的不是拼命吃各种大补之品去补阳，那叫火上浇油。真正的养，是让身体回归它本来的节奏，是养阴。你去看那些真正高寿的老人，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，生活极度规律。几点起床，几点吃饭，几点散步，几点休息，仿佛有一个无形的生物钟在精确指挥。这不是他们刻意为之，而是他们的身体在漫长的岁月中找到了最舒服、最节能的运行模式。你顺着这个节奏走，身体就舒服；你非要打乱它，身体就一定会跟你抗议。在这里，我必须打破一个很多人的固有观念：55岁以后，影响你健康的第一要素，不是你吃了什么名贵补品，也不是你做了多少激烈运动，而是你的心，或者说是你的情绪。
黄帝内经早就说过，怒伤肝，喜伤心，思伤脾，忧伤肺，恐伤肾。每一次剧烈的情绪波动，都是对你五脏六腑的一次内伤。年轻时你生气，大吼大叫发泄出来，身体恢复得快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生一次大气，可能会导致血压飙升好几天，心脏负荷加重，甚至彻夜难眠。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。古人说形神合一，你的身体和你的心本就是一体。心若安，则形必安；心若乱，身体再怎么保养都是徒劳。所以我常说，晚年养生的最高境界，不是运动，不是食补，而是养心，让你的心先静下来。道家老子讲，静为躁君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让自己静下来。怎么静？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干，而是让你停掉那些不必要的精神内耗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年轻时是运动健将，50多岁还坚持每天10000米跑，他觉得这是维持年轻状态的唯一方式。结果有一次跑步时，突然眼前一黑，晕倒在地。虽然没大碍，但那次经历让他彻底醒悟。他后来跟我说，他终于明白，不是年纪大了不能动，而是要换一种方式动。他现在每天慢悠悠地散步1小时，不快不慢，气定神闲，反而觉得身体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通透，更舒服。这就是顺应。你硬要跟规律对抗，最后输的只能是你自己。易经里有一卦叫损卦，损者减少也。这个损字是55岁后养生的最大智慧。你要学会损掉那些过度的消耗，损掉那些不必要的折腾，损掉那些让你身心不安的执念。把这些都减少了，你的身体自然就轻松了，精神自然就好了。这才是走好后半生健康之路的根本。说完了身体，我们来谈一个很现实但又无比重要的话题：钱。很多人觉得谈钱俗气，但我要告诉各位，人到晚年，如果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，那将是人生最深的悲哀之一。这不是让你去贪财，而是让你有能力体面地照顾好自己，不必在病痛和意外面前毫无尊严、低声下气地去麻烦别人。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修身是第一位的。可你想想，如果你每天都在为柴米油盐发愁，为医药费焦虑，你的身怎么修？你的心又怎么能静得下来？所以，请记住，55岁到65岁这10年，是你重新整理财务，为晚年生活上好保险锁的最后机会。过了这10年，你的收入来源将基本固化，创造财富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。那么，什么叫准备好？不是说你要赚得盆满钵满，而是要让你的财务状况进入一种可控的状态。什么叫可控？就是3个知道。第一，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每个月有多少稳定的收入。第二，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每个月维持体面生活需要多少开销。第三，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有多少压箱底的储蓄，可以用来应对突发的疾病或意外。当这3个问题你都能清晰地回答上来，你的心里就有底了，就不会慌。易经告诉我们，君子以俭得辟难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节俭2字不是小气，不是吝啬，而是一种大智慧。它让你懂得分辨什么是必要，什么是不必要。你把那些为了面子、为了攀比、为了虚荣的不必要开销省下来，你晚年的经济压力自然就小了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有些老人年轻时风光无限，对子女有求必应，甚至掏空自己毕生的积蓄为他们买房买车。这固然是爱，但如果这种帮助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，让你自己的晚年毫无保障，那就不是帮忙，
而是害了自己，也无形中给了子女过度的压力。孟子说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前提是你得先把自己这个老安顿好。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谈何照顾别人？所以把钱留一部分在自己身上，这不是自私，这是对你自己，也是对你子女最大的负责。到了晚年，钱的意义不在于多少，而在于够不够。够什么？够你安稳生活，够你内心安宁，够你维护尊严。那些晚过得好的老人，未必是最有钱的，但一定是财务状况最稳健的。他们量入为出，不为面子花冤枉钱，也不为省钱委屈自己。易经推崇中道，钱这个东西也要讲中道。太多了，容易招来祸患；太少了，会让你缺乏安全感。恰到好处，刚刚够用，就是最好的状态。如何做到？我给各位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：55岁以后，你的钱要简单。什么叫简单？就是不要再去碰那些复杂的、高风险的投资了。这个年纪，保住本金比赚取收益重要10000倍。我见过太多本来生活无忧的老人，听信了所谓的内部消息、高回报项目，结果一辈子积蓄血本无归，悔不当初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们不懂得守。老子说：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要懂得知足，要懂得止步。你已经拥有的足够你安享晚年了，就不要再去贪求那些本不属于你的东西。守好你现有的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具体怎么做？建议你把钱主要放在3个地方。第一，日常生活开销，保证每天的舒适和体面。第二，健康储备基金，该看病就看病，该保养就保养，这笔钱绝不能省。第三，一笔应急备用金，专门应对突发状况。至于其他那些花里胡哨的理财产品，那些看似诱人的赚钱机会，请你一概不要碰，因为你已经输不起了。年轻时输了可以重来，现在输了就是万丈深渊。人生在世，离不开人际关系，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到了55岁，你会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，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人其实屈指可数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觉得朋友越多越好，人脉越广越好，但现在你会慢慢看清，大部分的关系不过是镜花水月，流于表面。孔子说：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有些朋友对你有益，有些则对你有害。年轻时你分不清，什么人都交往，到了这个年纪，你应该要擦亮眼睛了。易经里有一个损益之道，损是减少，益是增加。什么时候该损，什么时候该益，要看情况。而55岁以后的人生，人际关系的主题就是损，而不是益。你必须开始给你的人生做减法，把那些不必要的关系、无效的社交、让你心累的圈子果断地损掉。你把这些放下了，你的生活就清静了，生活清静了，你的心就安宁了，心安宁了，你的身体自然就好了。这是一连串的正向反应。我看过太多人，到了晚年依然在各种人际关系中疲于奔命。今天这个朋友嫁女儿要随份子，明天那个远房亲戚住院要去探望，后天又有个老同事请客不得不去，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，身体垮了，心情也差了。你问他这样值得吗？他会告诉你不值得，但身不由己。请记住，人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开始为自己活，不是为别人活。你已经为家庭、为事业、为社会尽了半辈子的责任了，现在是你该好好休息、善待自己的时候了。古人讲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什么意思？真正好的关系不需要频繁的往来，不需要酒桌上的应酬，彼此心里有对方，
偶尔见个面，喝杯茶，聊聊天，足矣。那种需要你刻意去维护、去讨好的关系，往往都不是真正的善缘。有一位智者跟我说，年轻时我以为朋友越多越好，到老了我才明白，朋友在精不在多。一个真正的知己胜过100个点头之交。所以55岁到65岁这10年，你要做的就是筛选，把那些真心待你的人留下来，把那些虚情假意消耗你的人放掉。不是让你去跟谁绝交，而是自然而然地淡下来。你觉得舒服的聚会就去，让你觉得勉强的就找个理由推掉。你想见的人就见，不想见的就不见。这不是无情，这是通透之后的智慧。老子说，为无为，是无事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要学会无为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做那些让自己勉强的事。人际关系尤其如此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你要把最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你的家人。很多人把笑脸和耐心都给了外人，却把最坏的脾气和不耐烦留给了最亲的家人。这是最典型的本末倒置。易经里有一卦叫家人卦，家人是你的根，是你的本。你把根护好了，枝叶才能繁茂。到了晚年，真正能风雨同舟、不离不弃陪伴你的，不是那些酒肉朋友，而是你的老伴，你的子女。所以，请把有限的生命能量用在最重要的人身上。有人说，这样做是不是太冷漠了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冷漠，这是清醒。你清醒了，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。你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刀刃上，这才是人生的大智慧。人到晚年，最可怕的不是身体衰老，而是情绪失控。为什么？因为情绪是身体的总开关。中医说，百病由气生，这个气指的就是情绪。你情绪不好，身体的气血就会紊乱，再好的保养都等于零。易经里讲，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。意思是，情绪在没有升起之前是平静的中和状态，这是最好的。一旦升起，就要有节制，不能失控。年轻时，你有资本发脾气，发泄完了，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强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可是到了55岁以后，你会发现，发一次大脾气，那种身心的俱疲感，可能好几天都缓不过来。更直接的后果是血压升高、心脏不适、睡眠遭殃。所以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不生气。注意，不是把气憋在心里，那是内伤，更严重，而是要从根源上学会不让自己动气。怎么做到？2个字：看开放下。什么叫看开？就是你要从心底里明白，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事情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。别人说了一句让你不舒服的话，那又怎样？别人做了一件让你不认同的事，那又如何？这些真的值得你用自己的健康去买单吗？庄子说，智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要学会无我，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，把自己看得太当回事。当你把自己放小了，很多事情自然就大不了了，也就不会在意了。我认识一位老人家，年轻时脾气火爆，凡事都要争个对错，说话必须占上风。结果呢，朋友越来越少，身体越来越差。到了60多岁，一场大病后，他突然想通了。他告诉我，以前我觉得什么都重要，现在我发现其实什么都不重要。这就是智慧。你什么时候能真正看开，你什么时候就能真正自在。情绪管理的另一个重点是不计较。年轻时争个明白，论个是非，或许是血气方刚，但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明白，
很多事情根本讲不清楚，很多人也根本不值得你去讲。孔子说：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晚年的大谋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身心安泰。跟那些烂人烂事计较，就是拿自己的安泰去换别人的错误，愚蠢至极。你观察一下那些长寿的老人，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：情绪平和，很少生气。不是他们生活中没有烦心事，而是他们掌握了不让自己生气的智慧。有人说，我就是控制不住。我告诉你，你控制不住，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生气的代价有多大。如果医生告诉你，你再生一次气就会少活5年，你还会随便生气吗？佛家讲，一念嗔心起，100万障门开。你一生气，所有问题都来了。所以这个年纪，你要修行的第一课就是不生气。怎么修？修一颗平常心。好事来了，不狂喜；坏事来了，不悲戚。一切都看作是生命长河中自然的浪花，平常待之。这就是《易经》亢龙有悔的道理。凡事太过了就不好，情绪也是一样，要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，这才是最好的。还有一点，你要学会跟自己和解。很多人的情绪不好，根源不在外界，而在内心跟自己过不去，总是觉得自己这里做得不够好，那里留下了遗憾，这样怎么会开心呢？老子说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你要先了解自己，然后接纳自己。你已经尽力了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不要再苛求自己，不要再跟自己拧巴。你放过了自己，才能真正的快乐起来。人在江湖，总要讲人情。年轻时，你帮扶别人，提携后辈，这是应该的，是积攒福报。但是到了55岁以后，你要开始学会收回你的人情。什么叫收回人情？不是让你变得冷漠无情，而是让你在付出的时候懂得分寸和边界。你要清楚地知道什么人该帮，什么人不该帮，帮到什么程度就应该停止。易经讲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开始转向独善其身，不是让你不管别人死活，而是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，才有余力去照顾别人。我看过太多老好人，一辈子都在为别人而活，到了晚年，自己却过得异常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懂得拒绝，谁来找他帮忙，他都一口答应，结果把自己累垮了，别人还不一定感激。孔子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但很多人忘了后半句的智慧，己所欲，亦勿强施于人。你想帮助别人，这是你的善心，但前提是必须量力而行，不能自我牺牲式的勉强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帮助别人要看对方是不是一个值得的人。如果对方懂得感恩，你的帮助就是播下一颗善的种子。但如果对方把你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，你的帮助就是在滋养他的贪婪和懒惰。所以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看人，什么人值得你付出，什么人不值得，你心里要有一杆秤。这不是势利，这是自我保护。老子说，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到了晚年，你已经付出的够多了，现在是你把能量收回来的时候了。你要把你的时间、你的精力、你的金钱，更多的留给你自己和你最亲近的人。人情这个东西，最怕没有边界。你一直给，别人就习惯了一直要。你什么时候停下来，别人就会说你变了，说你不够意思。这是人性。所以你要趁早建立你的边界，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。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得罪人，我告诉你，到了这个年纪，你最不需要在乎的就是会不会得罪人，你最应该在乎的是你自己过得好不好。如果一个人
因为你不帮他一个非分之请就跟你翻脸，那这种人根本就不是你真正的朋友。易经的损卦讲损下益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懂得减少那些不必要的向下的付出，把这些宝贵的资源加益给真正需要、真正重要的向上的根基，你自己和你的家庭。到了晚年，你要把你的好留给真正懂得珍惜的人。还有一点至关重要，学会说不。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学会这2个字。别人来求你，你不好意思拒绝；别人要你帮忙，你硬着头皮也要答应。这样下去，你迟早会被人情所累垮。孟子说：“人有不为也，而后可以有为。”意思就是你要懂得什么事不做，才能有精力和时间去做那些你真正该做的事。你把不该做的事情拒绝了，你的人生才能真正由自己掌控。讲到这里，各位可能会问，这5项准备，身体、经济、人际、情绪、人情，哪一个最重要？我告诉各位，都很重要，缺一不可。但如果一定要排出个顺序，那么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是你的心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仔细想想，你的身体健康很大程度取决于你的心情，你的经济状况能不能守得住，取决于你有没有一颗不贪的心。你的人际关系是否清静，取决于你有没有懂得放下的心。你的情绪是否稳定，取决于你的心是否平和。你的人情是否减负，取决于你的心是否有边界。你的心稳了，这5样东西自然就都稳了。你的心乱了，这5样东西也会跟着一团乱麻。易经的核心思想就是阴阳平衡。什么是平衡？落到我们每个人身上，就是你的内心要安定。你内心安定，外界的一切风浪最终都会归于平静。你内心不安定，外面再怎么风和日丽，你心里都是狂风暴雨。我常常说，人生就像一棵树，年轻的时候，树要拼命往上长，往外长，枝叶越繁茂越好，这是阳的阶段。到了中年以后，树就要开始往下扎根，根扎得越深，树就越稳固。到了晚年，树不再追求外在的繁茂，而是向内收敛能量，让整个树干变得更加坚实、致密，这是阴的阶段。55岁到65岁，就是这棵人生之树向内收敛、巩固根基最关键的10年。你把根扎好了，后面的风霜雨雪都奈何不了你。你如果根基不稳，外面看起来还挺茂盛，其实一阵大风就可能把你连根拔起。所以这10年，你要做的不是向外求，而是向内修。修什么？修你的心，修你的德，修你的性。孔子说：“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为什么能做到？因为他的心已经修炼到了那个境界，而这个境界不是70岁突然就有的，而是从55岁开始一点一滴修出来的。最后，我想送给各位一句我这辈子体会最深的话：人生最大的智慧，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放下了多少。到了55岁以后，你要学会放下，放下过去的恩怨，放下内心的执念，放下不必要的欲望，放下虚幻的追求。你放下的越多，就越轻松，越轻松就越自在，越自在就越快乐。朋友们，55岁到65岁这10年，如果你能做好这5项准备，你的晚年一定会过得非常好。不是物质上的大富大贵，而是心灵上的富足充实；不是身体上的强壮如牛，而是心境上的安然平和；不是朋友遍天下，而是关系上的和谐温暖。人生苦短，转眼100年，不要等到一切都来不及了才追悔莫及。从今天起，从现在起，好好对待自己，好好过好每一天。
请记住，你已经为别人活了大半辈子，现在是时候为自己活了。你不亏欠任何人，你只需要对得起你自己。愿各位朋友都能在这人生的下半场，活出真正的自己，活出真正的快乐，活出真正的自在。谢谢各位。